哎呦，本来今天应该是在绵阳的，现在我又回成都了。为什么呢？有2位温州的娘娘看我天天这里玩那里玩，他们根本受不了，连夜坐飞机过来了。这样也好，我这样子游四川呢，也有人陪我了。现在带他们去川西玩一趟，让他们看看川西的美景，给他们唠个终身难忘。不过有话说话啊，现在成都已经开始凉快起来了，穿短袖在路上走不会出汗了。11过来成都玩的人，哎，幸福了啊！你们2个胆子也大哎，夜里2点钟哎，在成都租车哎，你们2个女的哎，我跟你讲，还好是在成都，大家都知道，惹谁都不要惹温商，不然你们2个人真的大半夜的去租车，我都不敢相信了，你不会叫一下我，真的是。在成都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放心的，还吵架了，一个路人帮我们说不要骗他们俩，让我们加钱。在哪？后来呢？交了。一个已经啃掉了。大老远给我带2个鸭舌，这样温州鸭舌。对，我们现在去泸定，我跟你讲，那个苹果给你吃了，我不是跟你们吹牛逼，泸定的苹果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果，你知道吧？一个苹果有你头这么大，碧绿的，咬进去那个汁水爆的，就你泸定咬了一口苹果，康定都能见到你的汁水。过几天康定回来的时候啊，我带你们吃一个四川的烧烤，全中国都吃不到，就四川有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烧烤很牛逼，牛逼到什么程度呢？非洲人他头发是不卷的。你有没有看过视频？就是非洲人他头发需要那种火烧一下，把那个头发给它烧焦了，然后卷起来。他就是从四川的烧烤里研发过去的，你知道吗？很牛逼的。终于到泸定了，放个屁都是香的。带你们打卡一下泸定很有意思的店，名字就叫不一样的烧烤。这个店一般除了本地人找不到吧？你好，有人吗？烧烤是你这里吗？给他打个电话啊！老板要从山上下来，要等他1个小时。那开了很多年了是吧？哦，开了10几20年。烤鸡。哦，他用柴火烤是吧？柴火烤。哦，好吃，这个肯定好吃啊！这个烤鸡，我觉得等它再久都可以。这么原始的一个地方啊，这厕所很高级啊！我应该不会掉下去。这个都可以来拍古代片了。这奶奶还把这厕所的门锁起来，怕有人偷粪呢。觉得你应该站在柴火那里跟柴火拍。我也觉得。啊，对，就这样，很好看，手举起来，哎，对，好看，我天哪，美绝了，真的是。可以，你啪。哎呦，这样拍照的。这个瓶子起码得50年了，我想。哦，老板就是你们是吧？哦，好嘞，终于等到你们了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要？要。茄子，荤的，还带荤的茄子，要不要？雷家双汤，不管什么，点了再说。那等下晚上我们再去吃正餐嘛，留一点啊。哦，是专门这样子搭了个炉去烤这个鸡是吧？哇，这个是吃起来很原始了啊。就是原始的，就是。哇，这个感觉好哎。你看嘛，这感觉好啊，油滋滋的，滋这种感觉。这个真的是古代的那种。这个是烤出来香，真香！我站在这里都感觉那种炭火的香都出来。这只鸡还大哎，这只鸡有几斤重啊5斤。5斤重啊，那130怎么会贵？便宜了啊，还是土鸡的话？不是土鸡，一般的鸡。哦，5斤的22，1斤的算嘛。哦， 1斤就贵了。那你们还实诚了啊，直接跟我们讲是一般的鸡，这个还好哎，给我们一种体验感啊。对，这个鸡对，就你烤出来的，等下说好不好吃的。好嘞，谢谢。这么大一份，这130，跟想象完全不一样。原汁原味烤出来的鸡呀。小泥糊了，手机显示。他说外面烤了焦，里面呢它有那个味道，炭火的味道。我好喜欢。哇，这个真的好吃哎。我从来没有吃过鸡的皮是这么香，吃出了猪皮的感觉。你侮辱了这个鸡。对，就是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家里自己炸的那个猪油啊，油渣的那种，皮就是那个。真香，而且它这还是一般的鸡，你要是土鸡的话，烤出来那油脂更不得了。这个油脂一看，我的个妈！哦，这个烤馒头，10块钱一份，这么多，哦哟香啊！这馒头真好吃，奶香味啊，咬进去松软。我感觉这个调料是多余的，什么东西都吃它原汁原味。这馒头真好吃。好吃啊。茄子不一样，它茄子有点甜的。啊？蛮好吃
吃一个。哎，真的，这个料也好吃的，主要是哦。你要配那个茄子一起啊。茄子，这料比茄子还多，茄子我都没吃到，全是料。来了啊，这个就是酸汤。啊，哎呀，你看这个。里面是什么？里面就是酸菜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酸菜，挺好吃的。哦，好嘞。每个人来烤鸡，他都要吃一份这个酸菜。哦，好嘞，不一样，这里的酸菜跟我们不一样。那种大叶的酸菜。这个喝起来怎么像那个老人家抽的叶子烟那个味道，是吧？对，闻到了。哎，那个我们那个桥头麦饼不是这个味道吗？有一点像，是吧？永嘉麦饼。哦，永嘉麦饼是吧？喝了这口汤又可以吃鸡了。怪不得他说得一人一碗。我感觉最搞笑的是，他这个烤土豆拿过来以后，用这个容器给我们，你知道，这个容器比这个土豆还原始，我觉得。这有没有灰啊？哎，还有灰，嘿嘿，这个好。而且这个洋芋不是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土豆，是高山土豆，真不一样的，真不一样。你比如说贵州的为什么土豆特别好吃？它就是高山洋芋啊，粉的是吧？是吧？这里也是高山洋芋，就是要好吃一些。比如说你在地下面，比如说我们平原上种的土豆，跟他们没办法比，那个烤出来味道就没它这种香。这土豆太香了。老板，我走了啊！哎，谢谢啊！哎。这是10块钱一顶是吧？这种是15，这种是10块。哦，泸定这里基本上不会宰游客的。我看看那个衣服，这里买才35块钱，淘宝还贵一点。就是318的。啊，不是那个红色那个针织的，就那你后面那个。35。对。没毛边吧？没毛边。没毛边的。对。才29啊，那你多的。还29啊，我买贵了。那就这么高的山，以前20个小时走240公里。是这样的翻山哦，把这泸定桥夺下来。穿着草鞋你怎么可能走这么多路？鞋都没有，在那里跑。草鞋都磨平。全程是跑的，他不可能走240公里。你想想，我们走40公里都快崩溃了，他240公里。你想站在这里这么急流都看到恐怖了吧？当时他们掉下去，什么感觉呢？我记得去年是10块，怎么变5块了？现在，师傅，当时是这里架的枪还是对面架的枪？对面架的枪。这边是红军。哦。他就这里只有铁链，20几个人就拿着木板，用生命扛着对面打过来的子弹，一步步把它踏过去。他现在就铺着木板，我跟你讲，很多人都不敢走，走得很慢，你看到没有？只有这个铁链下面这个。对，只有这个铁链上面。就人在铁链上面爬，木板背在身上，这样一路路扑过去，让后面的人冲。就是你冲在前面的人是100%死的。我给你打个比方吧，你为了一群你也不认识的陌生人，你拿命去拼，把这个桥给它修好。就为了我们这些陌生人，你说你愿意吗？是吧？我不愿意。你看我们现在走起来是不是很晃？他当时只有铁链更晃。那我不得抓这样爬得过去？就爬，很多人就掉下去了，子弹打了以后就掉下去了。这个没来过的人真不知道，你走起来才知道它有多晃多难。所以说很多人说勿忘国耻，勿忘国耻，不是让你心中挂着仇恨，而是让你明白你是怎么来的，你是用千万个生命填出来的。苹果。5块的、5块的，有3块的都有。最贵的是5块是吧？对，最好的就是5块的。好，买5块。这个苹果叫又甜又香。哇，我感觉进了川西以后看到的天空真的是太漂亮了哦！哇，真好看。你看那个云下来哦，对，山到了这里以后，感觉这个山不是山，仙山呐。所以说此生必驾318是对的，随便哪里都是风景。萍萍好像发现了新世界一样。我没见过呀，这还只是开胃小菜。到了，我们晚上必须要穿的厚出来，那个风大起来呀，我打了1斤的摩丝，发型都要给它吹乱。我跟你讲，晚上这里灯打起来，我跟你讲，那真的叫天堂啊！然后你到时候2个人再唱一下康定情歌，我的个妈呀，直接把风景给破坏了。康定情歌为什么这么火？不知道。康定情歌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啊，人类想跟宇宙沟通，或者跟别的星球沟通，那么沟通不了，当时觉得什么呢？音乐是无边界的，所以说我们挑出了世界上10首歌，在那个宇宙上循环播放，康定情歌就是其中1首。但后来又发现了一个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其他地方呢没有接收到这个外星人的这个信号，康定接收到了。到了，有没有感觉突然人很多很嗨的那种感觉啊？他那个氛围感就特别好，就来了人就心情很愉悦。